大家好，我是卡卡，是贝拉，我们一起阿卡贝拉，还是蛮有默契的。你们知道为什么我要亲他吗？因为我刚刚老婆化完妆出来看我一眼的时候，我瞬间心跳恢复到我们当初认识的时候那种悸动。为什么？所谓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我觉得我大概有6秋没有见到这么漂亮的贝拉了。因为我现在跟卡住一起之后，我每天都要素颜。他每天都素颜，而且每天都穿睡衣，然后吃东西就这样子。我哪有？然后你吃馒头包子都这样。如果有人看到他之前吃曹爱贵的影片，就大概这样。然后会躺在沙发上说：“老婆，我想化妆，帮我化妆。”没有啊，因为我都在家，就没有必要化到妆。对，谢谢大家要看我们的阿卡贝拉的 YouTube 影片，让我有机会看到我这么漂亮的老婆。你想要我化妆啊？你可以跟我讲啊。Play。好一个无聊的梗，没事，我只是觉得给他穿 Play 很好笑。好，你来跟大家说今天我们要讲什么内容？今天的内容就是延续上一次的故事，然后今天是要讲卡卡出柜前跟妈妈的情况，然后还有我们出柜后的改变。今天，所以我现在就是要说我出柜的情况嘛。其实我很久很久以前就很想要跟家人出柜，因为没有出柜之前，你会觉得有一些心事瞒着他们，然后在聊天的时候也会觉得就是 KK 卡卡的那种感觉。毕竟就是心情啊感情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就像你跟你的好朋友，你们会聊天，一定会是说，我最近身边发生什么事啊？我最近怀孕。我最近看到什么漂亮女生，好漂亮，这谁谁谁我好喜欢哦，她好正，然后之类的，反正就是那种你无法跟家人说出真心话的那种感觉，然后又不想要瞒他们，可是就是你要讲了以后，又怕他们心脏病爆发啊之类的。对，反正就是，但也是真的很谢谢我老婆，她非常的勇敢，跟你拍拍手。对，因为有她，我才会觉得，我就是出柜是有风险的嘛，那我出柜是很值得的这样子。对，然后就是因为贝拉先出柜的时候，我也觉得我不能输贝拉，贝拉年纪比我小，她都出柜了，我怎么可以就是大姐姐还在那边就是胆子很小，像一只毛毛虫。对，然后但是因为我平常跟家人也没有住在一起，也没有很常碰面，突然私讯跟妈妈说，妈妈我出柜了，也很超奇，妈妈我喜欢女生，妈妈我现在有女朋友，一定超怪。然后下一次说，妈我结婚了，我觉得蛮有可能发生的。反正就是我那时候是先把贝拉带去跟我妈妈吃饭，跟她出去玩，然后就这样子在跟我妈妈说之前，已经让他们两个见面，就我妈跟贝拉见面过2次，然后我们还去石门水库就是吃热炒野餐，就买那个热炒，然后跑去石门水库一个凉亭吃，超冷的，而且我觉得周围应该围了很多有的没的，有的没的吗？对，因为那边晚上超暗。对，反正我妈就在发疯，可是我妈玩得很开心，然后我贝拉觉得我妈很好笑，我妈就是很疯的那一种，但是那时候都没有讲，那时候只是想先让妈妈看看贝拉是怎么人，有点让她先然后认识一下，打个底啊，至少会觉得哦她很漂亮啊，然后她很知书达理啊，她很有礼貌啊，印象先加分嘛，这样。就是我确定要出柜的时候也是先跟他沟通好了，然后我们就有约大概12月初的某一个时间，他不知道被就是什么东西打到，反正就是因为这样，然后所以我们12月初我们就公开我们在一起这件事情，然后当然我身边很多还是蛮意外的，因为我只有很好的朋友知道，蛮多人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我公开这件事，我把它连到我的Facebook 有个粉丝专页会连，然后等于是会同时公开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家人会担心，就是家人很多反对，除了是家人也会跟我们一样在意身边的人的眼光。对，尤其是我觉得妈妈、爸爸，或是可能他们会有一种，就是自己家的名片被撕了，什么家族荣誉啊之类的那种感觉。因为我妈跟卡见过很多次面，然后就是我们有时候一起吃早餐的时候，她的朋友，我妈的朋友就会问我说，啊怎么会多一个女生？然后我妈就会说，哦这我干女儿啦，我干女儿，然后我就想说什么时候，卡就瞬间变我们家的干女儿。对，我是你姐姐。
你当我跟妹妹好了。确定吗？嗯，我全部东西都比你大干嘛？胸部啊什么？不是这样比的吧？因为有一些姐姐可能我年纪也比你大啊。可能有一些姐姐身材也比妹妹小、重点就是我比你大。对啦，你全身上下什么都比我大。他输了我就赢了，我整个是没错的。比你很大。一定要吵一下，都不好好讲主题。好，就是全家人都公开，因为我觉得家人有部分是也会在意别人怎么看他们的眼光。对，可是其实我要做这些招，其实就是先让身边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而且我知道我家人身边朋友是稍微开放一点的，所以他们如果是开放的话，我家人就觉得哦没事耶，其实没事，那可能就会接受。对，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很重要，是因为我已经经济独立了，就是他们无法控制我的任何就是供应，然后我也是搬在外面自己住，所以他们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影响到我任何一件事情的。然后我当然是要公开前我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就是如果他们要对我怎么制裁或是不理我，我都可以承受，然后也不会让贝拉那边过得就是不方便。其实我觉得那我就可以公开。然后我非常幸运的就是我公开以后一切非常顺利。对，但是我当然有做一点步骤是给大家参考，然后但是我非常不建议大家就是大吵大闹，除非自己的家人真的也做了一些可能太过分的事情，对，太过或伤害你，或是影响到另外一半的事情，我才会。不然我觉得不要用激烈的手段，就是互相好好沟通，互相站在彼此的立场讲这样子。还要讲的就是我后来终于打算还是要亲口跟我妈妈讲，因为我觉得我们如果只是在传讯息的话，就是很不正式，然后我觉得对贝拉也没有一个交代，所以我就趁过年的时候回去跟我妈妈，就是趁就我跟我妈的时候，我就跟我妈妈说要开始故事了，我就先关心我妈妈。然后我先关心我妈妈最近交友状况啊，有没有出去玩啊，然后过得开不开心啊，今天要先聊一下，表示我在关心她，然后把红包给她。我每次都在贿赂，重点还是要红包。对，我每次都在贿赂家人，我也贿赂他妈。但我觉得你也贿赂我，我也贿赂你，对，但我觉得红包很正常啊，过年嘛。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跟妈妈说，反正就先跟我妈寒暄一下，接着我就跟妈妈说，妈妈，那你知道我现在不是单身吗？然后我妈那时候躺着，她就躺在沙发这样子，知道啊。然后我就说，好像你妈。然后我妈还这样，知道啊，现在还在玩手机，她就看我一下，知道啊。然后我就说，妈妈，那你知道我跟谁在一起吗？然后我妈说，贝拉。超你妈在。然后我就一个瞬间觉得我妈太好笑了，太强了。然后我就说，真的，那你觉得支持吗？什么的？我妈就说，你开心就好啦。然后我就说，哦，是啊，好，我就蛮开心的。然后妈妈就说，你们要去登记结婚了吗？问超快。我就一个很突然，我就说，因为我没想到他会讲这句话，我也没想会这么顺利。然后我就直接跟我妈说，那个登记这件事情，你还是要先跟你说的嘛，不然我先去登记嘛。这样我妈说，你有在管我，就蛮顺利的。然后后来我妈就开始问一些贝拉的事情，就说阿贝拉妈妈知道吗？阿贝拉怎么样啊？阿贝拉怎么样啊？什么的。你妈才就说会不会煮菜啊？我妈问一些超呛的问题，她就说那贝拉会不会煮菜？我说会啊，她蛮会煮菜。然后我讲一些贝拉小时候的故事给我妈听，我妈就说。那他会煮给我吃吗？他是要那个佣人吗？媳妇要煮菜这样子。我说你要吃的话，我们可以一起煮给你吃啊。我妈说会煮就好。我就说你怎么只想到吃？我妈说我就是爱吃，就很好笑。然后后来就顺就这样过了，然后后来就也没有聊太多。但我那时候真的心脏真的是扑通扑通跳，然后我。趁空档就冲去厕所跟我老婆说，我终于讲完了，我终于觉得我过年最大的事情就是要讲这件事情，然后我一度想要放弃，因为一度我找不到空档去讲，对，然后还好我讲出来，我觉得太幸好了，我还在讲之前跟我妈贴了一个什么丑春联，然后贴歪七扭八，对，反正我出柜大概就是这样子，然后接着就是过不久就是我爸。
因为我爸就是没跟我们一起过年，然后过不久以后，我不知道是我妈讲了还是我爸讲，反正我爸一定也有听到那个讯息，然后因为我爸那边亲戚也知道，然后我爸又传来讯息说，就是那一段话就是女儿不管你做什么决定，爸爸都支持你，只要你快乐就好。然后我心里觉得，真不像我爸。如果是10年前的话，5年前的话，我爸应该会发飙。因为我爸是很爱面子的射手座，可是因为现在就是可能全部的亲戚他们也没有说什么反对的事情，然后我知道我们亲戚有一些人是同性恋，然后就过关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事情是，我们出柜后有什么差别？你觉得呢？我觉得我出柜前后对我来说是没什么差别的。最大的差别就是妈妈吧，因为我以前跟妈妈都会说，就比如说我跟自己另一半出去，我都会跟妈妈说，我是去工作，我是去各种胡乱，对，就是跟朋友出去啊，什么什么的，就无法讲实话。如果有家人看到这件事，就知道为什么女人不跟你说实话，为什么儿子不跟你说实话，不是因为他想骗你，是因为谁叫你不让他们讲实话？对，可是出柜后，我就是要出门就会说，我跟卡去约会。然后不然就是我跟他，我现在要去他那边。那你妈应该觉得你整天都在跟我约会。对啊，我现在就说，他说你要出门，我说对啊，我要去找卡卡。但是那是我跟卡同居前的事情了，因为我们现在同居了，然后同居后就是我妈只会说6日要回家这样子，我1到5就是住卡卡这，所以我妈虽然说还是会想我照3餐传东西给她，虽然说我睡一半就还没传东西给她。对，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她也没有来密我啊，你要主动传啊。我下次帮你拍，然后就会拍到一堆贝拉素颜然后穿睡衣的照片，你妈可能就觉得怎么每天在穿睡衣。可以啊，然后我们有想办法让贝拉跟我在她妈妈心中加分，就是我们会去运动啊，我们会去参加一下讲座。或是我们去参加 Vogue 的一些活动啊什么的，他妈妈会觉得我们好像蛮棒的，然后再带一些东西回家这样。我们要给啊，上次送的橘子你们还没吃完，快吃完。对，所以对我来说，出柜前后我是没有太大的差别。我自己差别是，其实我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叛逆的人，我不会管长辈对我有什么限制，我就想说。你又没在 care 我，为什么要 care 你？但是我觉得这样子，如果能顺的还是比较好。如果可以不激烈的手段，就不要激烈的手段这样。但我在出柜前，我会觉得，反正你们不支持我的话，我到时候去登记结婚，我去办婚礼你们就不要参加我就会这样子比较，但是我就还是想要比较好。比较顺嘛，所以后来出柜后，我觉得顺的就是知道家人态度是 OK， 然后也是祝福的，我觉得很愿意就是多跟我家人出去玩我现在梦想就是赶快赚钱买到车，然后可以在贝拉的妈妈家人，然后我家人这样到处去看山看海看风景，然后请他们吃饭，然后我请吃饭对，所以我觉得我出柜后就是变得跟家人之间的那道无形的隔阂会变得比较好一点，对，然后也不会。然后其实我也觉得蛮开心，就出柜后，我觉得出柜后最大的差别应该是卡拉贝果们的支持。差别应该是卡拉贝果们的支持，就是我们会没想到有这么大的影响。除了我老婆很漂亮之外，吸引了很多人，没错啦。对，贝拉粉，我也是贝拉粉呢，贝拉粉手举起来，来吃。对，就是很多人给我们支持，在我们低潮或是我们有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就是跟我们一起加油打气，然后帮忙，然后我也觉得我们可以发挥一些正向的影响力，就是不管在同性恋这块，还是在心智层面这一块，因为不管怎么样，同性恋还是弱势族群嘛，还是会被黑呀，会被拉黑，然后是会有留言说恶心啊，或是死同性恋啊，台湾怪人越来越多啊之类的，但我觉得。不要直接去对呛，因为去对呛只会有更多的负面言论。然后我希望大家是用正面事情去看。反正就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啦，也是意外的收获，真的。对。好，接下来就是赶快办婚礼。对。什么时候可以去登记？我只是跟你们玩的啦，怎么跟你玩的？我跟你们讲。
他很夸张，他现在每天都在给我催婚，几乎。不是你说要娶我了吗？他几乎每天都在催。不是你说要娶我了吗？我会娶你，没错，我会娶你。但是你也不用每天都跟我讲说什么时候去登记。其实你什么时候要娶我？我也没有很在乎啦。你什么时候要跟我去登记？那我们现在就去登记。然后今天早上去运动的时候，我就是素颜，然后因为昨天没洗澡，头油油，然后他说，那我们现在头油油的去登记。我只是讲好玩的，我没有真的要那么赶。我好不容易那么漂亮哎、你擦一下就好了。拜拜，各位。拜拜